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瑞的诚意红利还能吃多久？张雨绮离开欢瑞的词条迅速引爆热搜。对于明星而言，下一步就要成为全面挑起大梁的一姐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选择离开，并不算理智。但张雨绮的离开又是符合欢瑞近期发展趋势的。无法给一哥一姐提供更多发展空间的欢瑞，已经不适合演员再将其当作可以长线发展所能依赖的环境和空间了。这也使得目前的欢瑞在张雨绮离开、任嘉伦、刘学义等演员相继消失后，只剩下了一位当红顶流程毅。但欢瑞手中握着的牌，又能让他们吃多久程毅的红利呢？一、核心艺人频频流失，深耕熟悉赛道增加不确定性。2025年，欢瑞的年度报告显示，虽然营业收入为3.848亿元，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为负2.411亿元。这就意味着欢瑞表面营收，实则亏损。无论是影视剧及衍生品业务，或是艺人经纪业务都不够出彩。在报告期内，欢瑞仅有一部程毅主演的生前播出，而这部剧作积压5年时间上线，难逃避扑魔咒。虽有程毅这张王牌，但宣传不到位，招商不可观，致使热度表现平平。而与此同时，欢瑞的核心艺人频频流失。无论是始终挑大梁的任嘉伦，还是发展前景广阔的李小冉、颖儿，以及具备大众认知度的何中华、蒲八甲等人，也都与欢瑞解约。程毅成为目前欢瑞的一枝独秀。除此之外，只剩佛系拍剧的张瑞了。影视制作和艺人经纪本是欢瑞发展的两驾马车，但如今两者均表现平平，欢瑞也并没有及时转型。注定这次危机会愈演愈烈。而欢瑞后续即将推出的作品，除了宋威龙、鞠婧祎主演的《千香》外，还有4月份杀青的《佳偶天成》。尽管两部作品阵容可观，主创团队也颇有来头，但两部作品都是同样的古偶仙侠题材。现阶段正是悬疑剧的黄金时期，而古偶仙侠剧已经走起了下坡路。等到这两部剧播出，能否实现大爆，还要从多方面考量，形势不容乐观。毕竟目前正在热播的《千秋令》由张雨绮担任主演，在配置不差，由《仙剑奇侠传》系列琉璃导演麦冠之执导的情况下，依然反响平平，直接成为胡剧。这就意味着此类题材逐渐被市场淘汰。然而，欢瑞手中握着的40余部 IP 改编权，大部分依旧是古偶仙侠题材，继续深耕熟悉赛道，仍旧是欢瑞接下来的发展方向。但把宝都压在同一种类型上，无异于增加了后续发展的不确定性。一旦这类题材在市场上难以回血，几乎将身家放在古偶仙侠上的欢瑞，就会第一个爆雷。而在种种困境之下，欢瑞的艺人经纪业务营收依然占据全公司全年收入的 42.71%， 足以证明目前欢瑞的营收几乎依赖于程毅艺人。但艺人看清公司发展前景，选择另谋高就的现象屡屡出现。程毅还能在欢瑞待多久同样是未知数，而留住程毅对于目前的欢瑞来说至关重要。二、以剧养人家老带新双重模式并行，程毅决定欢瑞未来。程毅能够做到今天的顶流位，的确离不开欢瑞的力捧。从青云志中的小配角，到琉璃担任男主，再到莲花楼口碑鼎盛，程毅的每一步进阶背后都有欢瑞的助力。而程毅所代表的，也是欢瑞一直以来以剧养人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。但如今这种模式也已经进入最后的荣光阶段。目前程毅虽然签约欢瑞，但从他主演的几部待播剧来看，几乎与欢瑞没有关系。无论是男频爽剧《赴山海》，
还是古装仙侠热门 IP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背后的制作公司，都是目前盈利最好的几个。欢瑞目前手中的影视资源，并不符合诚意当下的发展需求。在口碑与人气逐渐提升的同时，诚意也像许多明星一样，在为自己的长线发展做打算。因此，欢瑞之于诚意，仅仅只是合作关系，但诚意之于欢瑞，却是命门所在。虽然欢瑞内部的作品储备不适合诚意后续的发展，但它与其他制作方合作的外系，却依然具备爆款箱。比如男频爽剧《富山海》，不仅站在了热门题材类型的风口，同时还有优质主创团队莲花楼的加持。而《王权篇》虽是古偶仙侠，但却是拥有热门 IP 的漫改剧，还有《长安24季》，也是平台注定会力推的头部大剧。这些作品播出之后，本就是顶流的诚意，咖位只会再度提升，对于欢瑞的营收来说，百利而无一害。与此同时，欢瑞也看中了诚意的流量与发展前景，深知不见得能够留下对方，因此在以剧养人的模式中，加上了全新的老带新模式。在诚意主演的作品中，插入欢瑞力捧的新人，比如《深潜》中的侯梦瑶，以及《富山海》中的刘梦瑞，都是欢瑞的签约艺人。利用诚意作品的热度以及曝光度，提升自家艺人的热度，再度证明了欢瑞对诚意的依赖，以及之于欢瑞的重要性。接下来，欢瑞还开拓了短剧市场，打造了属于欢瑞的短剧创作团队。而目前短剧的市场需求以及观众认可度都在直线提升，足以让欢瑞乘着这股东风赚一笔。但在本就有负营收的情况下，还组建全新团队，注定会在人员研发等各方面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，净利润持续减少是必然。还有开发 AI 新兴技术，也是欢瑞看好的方向，只不过目前还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推出。因此，相较于开拓市场、转变发展方向，短期内真正能够救欢瑞于水火的依旧是诚意。毕竟造星本身并不轻松，何况把新人捧成顶流，更需要长期投入。寄希望于新兴产业和新人，不如抱紧趁着这棵摇钱树来的实在。